他把生牛肉当面膜，整张脸贴满了新鲜牛肉，血水还不停地滴下来，用完的生牛肉也不浪费，直接吃掉。边吃呢还边笑，还说敷完后皮肤光滑有弹性。更夸张的是，敷完面膜后，他竟然用大骨汤洗脸，还必须用熬了12小时的牛骨汤。他说自己是干性皮肤，骨汤里有满满的胶原蛋白，对皮肤很好。最急的人是他妹妹，认为姐姐38岁的年纪看起来像18岁，容易引来非议。而且由于常年吃生肉，去医院检查后还发现身体竟发生了一个奇怪的变化，但他却并不在意，反而变本加厉，让记者也试一试牛肉面膜。从袋里拿出新鲜牛肉，就往记者脸上涂，边涂呢还边问记者感不感动。记者吓得直接不敢动。不一会儿，记者脸上都被敷满了生肉，静静躺在沙发上感受效果。看到不停渗出来的血水，他却忍不住流口水。敷完后直接扯下一块塞进嘴里，还说口感非常滑嫩爽口。他还推荐记者尝一下。记者含着生肉，迟迟不敢吃下去。他每天都要去买新鲜的生肉，检查是否新鲜的方法就是直接生吃。店主露出了关怀智障的眼神，他却并不在意别人的看法。确认新鲜后，直接买了一大袋，回家后简单调个蘸料就可以开吃了。因为吃着也很费钱，他没事就去餐厅打工，这样还可以顺便吃点餐桌上的剩肉。老板看到后也不敢说什么，毕竟敢吃生肉也是个狠人。等发工之后，他摇身一变又成了顾客，在自己的打工店继续买生肉吃。虽然吃的是烤肉，但从来用不到烤盘。他这一天的工作收入才3万块，然而一顿就吃了8万块的生肉。这天他遇到了另一个喜欢吃生肉的人，两人来到一肉店，开始了比拼。大妈拿起一片生猪肉，蘸点酱油就开灶。大妈表示吃生肉还没怕过谁，两人很快就吃完了一盘猪肉。接下来两人准备吃活鱼，简单处理一下，抱起来就啃，一口下去还会爆浆。不一会儿，整条鱼只剩下了骨头，两人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还约好以后要经常出来一起吃。但这样生吃真的健康吗？最后大家还是带他来医院检查，结果在他肠道里发现了一条长达1米的猪肉绦虫，医生及时为他进行了驱虫，还告诫他为了健康千万不要继续生吃了。他吃面包要提前准备2包纸巾，因为他一吃东西就会流泪，怕大家不信，他直接吃起了热狗，一口下肚，果然眼泪刷刷的下来了，就跟演戏一样，而且越好吃流的越多。吃米饭不会流泪，吃炸鸡就会流，这都成了一种指标。公司聚餐都会让他先吃，根据流泪情况判断食物是否美味。更奇葩的是，小哥吃东西只有左眼会流泪，而伤心想哭的时候就换成了右眼流泪，2只眼睛分工明确，你就说神不神奇吧。据他妈妈说，他从出生就这样，2只眼睛很少有同时流泪的情况，如果有的话，那就是一边在伤心一边在吃东西，2只眼睛就都会流泪了。反正医院也去了，都没发现什么问题，医生认为是属于神经类的问题。接着在他眼睛上贴了2张试纸，再让他吃下2块糖果，紧接着试纸就湿了。试纸显示他眼睛流出来的其实是口水。医生说这是一种叫做鳄鱼眼泪的疾病，是由于面神经麻痹，唾液神经和泪腺交织在了一起。确切的说，眼睛流出来的应该是口水，但对健康没太大影响，可以不用管它，只是有点恶心而已。小哥本人觉得这还挺好的，可以成为聚会的谈资，供大家娱乐也不错。一家普通的路边小饭店，每天却有大批摄影爱好者慕名而来，大家都争先恐后架起摄像机，对准了屋檐下的鸟巢，还说这是100年一遇的。只见鸟巢里突然钻出来一只白色的燕子，通体雪白，身上没有一根杂色羽毛，连眼睫毛都是白色的。这位80岁的爷爷都表示第一次见。来自韩国各地的鸟类爱好者用摄像机记录着燕子的一举一动。其实人们对白色燕子的狂热还有一个特殊的原因，据说白色燕子100年不遇，看到就代表着好运到。最有发言权的就是这家饭店老板了。老板表示，自从白色燕子来到他家，生意也变得越来越好，很多人慕名而来，一边吃饭一边欣赏，餐厅也因此成了网红打卡地。所以刷到这个视频，代表着你也会很幸运。经过专家详细观察，这只白色燕子是普通的家燕，虽然它是白色的，但大小和习性与其他燕子没有任何区别，它们之间相处融洽，并没有受到歧视。白色羽毛属于基因突变的结果，几率只有1/1000，实属罕见。又过了一段时间，已经到了练习飞行的时间，他拍打了几下翅膀，鼓足勇气，成功飞向了天空。看到这一幕，大家纷纷点赞许愿。走这条路要提前带上1把玉米，只因这路上有2个恶霸，玉米就是给他们的过路费。这只大鹅每天带老婆在街上收保护费，还专门去烤鸭店收费，一天就要来3次，不给就会对着门口一直叫。店主有时受不了了，会丢给他们一些鸭胗，吃完就赶往下一家。看到街上有人吃东西，伸着脖子就冲了上去，不给就准备攻击。路人吓得连连后退，只能把食物丢给他。有些人知道他们是街上的恶霸，每次走这条路都会提前准备一点过路费，小孩也不例外。而且大鹅非常疼老婆，
会把好吃的先让老婆吃，他们总是形影不离。但最近几天却只有大鹅出现，而且每次会把吃的叼走。大家决定偷偷跟着他，看看发生了什么事。大鹅的反侦查意识很强，觉察到被跟踪后，立马往山上跑，穿过各种小道，在一处隐蔽的树下停了下来，就看到他老婆安静地趴在那，原来是在孵蛋。他每天给老婆叼来食物，就是为了让老婆安心孵蛋。老婆放风的时候，他也会时刻张开翅膀守护着。当地女人都觉得大鹅才是男人的榜样，纷纷拍下了视频给自己老公看。大姐是吃鲱鱼罐头长大的，什么臭她就吃什么。她尝试过吃屎，但是不喜欢啊，因为不够臭。臭豆腐只能算是小甜点。下水道的气味对她来说，那就是新鲜空气。和朋友聚餐，朋友想要挑战一下，夹起一块鲱鱼，刚放进嘴里就止不住的呕吐，她却什么都感觉不到。不一会儿，自己就干完了一盘鲱鱼。大姐现在最爱吃的却是鳐鱼，因为鳐鱼比鲱鱼还臭10倍。节目组邀请了几位鳐鱼爱好者来到鳐鱼发酵车间，门一打开，一股比下水道还要臭100倍的味道袭来，怎么给你形容呢？狗闻了都嫌臭，熏得眼睛都睁不开。其他人纷纷败下阵来，大姐却直接贴着鳐鱼闻了起来，越闻越上头，好想吃一口。不仅如此，大姐生活中也是处处重口味，做菜要加5勺盐，半斤辣椒面，这样吃起来才有滋有味。那她为什么会这样？她却说其实自己闻不到任何气味，冰箱里的食物坏没坏，自己也无法从气味中分辨，只能尝了才能确定是否过期。因为闻不到任何气味，也让她暴露在危险中，天然气泄漏自己也毫无察觉，食物烧焦了也不知道。节目组带她来医院检查，一番检查过后，医生说她的嗅觉功能已经完全丧失了，味觉也在退化，这种情况是没办法治疗的。不过闻不到气味并不完全是坏事，大姐是养老院护工，平时的工作就是帮老人换尿布之类的，因为闻不到气味，所以工作起来很轻松，自己也很喜欢这份工作，把缺陷变成优势，大姐还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但是要说吃的奇葩，下面这个小伙表示不服，他抓起一把沙子塞进嘴里，嘎嘣嘎嘣的吃了起来。周围人的表情说明了一切，他却说沙子比糖还要甜，还让旁边的大叔尝一尝。大叔露出了关怀智障的眼神。又到饭点了，他从袋子里掏出2把沙子，这就是他今天的主食。接着大口大口的吃了起来，那是干净又卫生啊。吃完还张嘴让节目组检查了一下，是沙子没错了。他没事就去工地吃自助餐，工地上的沙子新鲜可口，品类多，量还大。来到工地先试吃一下，这个比昨天的甜。哎呦，这边又上新品了，白沙还真没吃过，一口下去，还有海鲜味。他的经验是红沙比较甜，白沙比较咸，不好吃。在此呢，感谢小哥的分享，让我们知道了白沙不好吃。他说自己5行缺土，累了困了就要吃沙子，沙子能为自己提供能量，所以每当工作累了，他第一时间不是休息，而是找出随身携带的沙子，舀上一勺直接开灶，只要吃上一口，整个人都精神了。然而他开始吃沙子的原因却很让人心痛。原来他小时候家里很穷，3天都吃不上1顿饭，饿得受不了了，就想着吃沙子来缓解饥饿。这一吃不要紧，他打开了味觉新世界，竟然爱上了这种味道。但是大家不要模仿，我替大家尝了，一点都不甜，比屎还难吃。最后我有个疑问，吃进去的是沙子，那拉出来的是混凝土吗？没钱的吃沙子，那有钱的吃啥呢？下面这个小哥就很搞笑，他一吃东西就会流泪，并不是辣哭的，就算吃米饭也会止不住的掉眼泪，而且只有左眼会流泪，吃饱以后就不会流泪了。而当他看电影被感动了，就换成右眼流泪了，2只眼睛分工明确，就很神奇。妈妈说他出生的时候就这样，只有1只眼睛流泪，还给节目组看了照片，但照片上明明2个眼睛都在流泪啊。妈妈说是因为他手里还拿着零食呢，正好凑齐了一对。他说吃不同食物流泪的程度也不一样，好吃的流泪多，口味一般的只会掉2滴意识一下，所以公司聚餐都会让他先吃，看泪水大小判断食物美味程度。妙啊，这种特殊技能对工作也有一些影响。他是一位歌手，在外演出化好妆后就不能吃东西了，调皮的同伴强塞给他一粒爆米花，没一会儿眼泪就掉下来了。节目组带他来医院做了全面检查，医生说很可能是神经末梢问题，接着又对眼睛做了测试，医生说这种病叫鳄鱼的眼泪，是由于唾液神经和泪腺交织在了一起，吃东西流的泪应该是唾液，只是有点恶心而已，并不会对身体造成任何伤害。最后小哥也说不是什么大病我就放心了，以后准备去演戏，会把缺陷变成优势，哭戏一定会演得很好。好了，我是岳贝，关注我，每天一个迷惑行为大赏。富二代每天吃过期发霉的食物，竟然是为了减肥。看到他们之前的照片我都惊呆了，放了半个月的米饭已经发霉编制成了一坨，这个时候吃呢味道刚刚好，加点发酸的灵魂配菜，那小味一下就上来了，再来上几勺发霉的番茄酱，增加口感，臭豆腐汁也得来点，最后再加上过期的酸奶，使劲搅拌均匀，一份元素周期拌饭就做好了，那味道简直比下水道还夸张。怎么说呢？
刘墉都吃不下去，两人却吃得津津有味，边吃呢还边笑，说味道还差点。这还没完，饭后水果更夸张，外皮发黑腐烂的香蕉成了首选，表皮已经渗出了粘稠的汁液，对他们来说这种成熟度刚刚好，说吃起来像巧克力。吃完香蕉呢还不过瘾，接着拿出了发霉的橘子，还说女朋友最爱吃发霉的部分，说着就开始撒狗粮。据说两人就是翻垃圾桶时认识的，工作人员对他们的食物和马桶分别采样检测，结果他们吃的食物比马桶还脏，细菌含量是马桶的几十倍，他们呢却毫不在意。但节目组实在看不下去了，给他们准备了一桌正常人吃的饭菜，他们闻了一下却连连摇头，鼓起勇气尝了尝，直接跑出去吐了。他们说吃变质的食物主要是为了减肥，因为这样更容易催吐。他就是用这种方法从200斤减到了现在的128斤，女朋友也从140斤减到了90斤，听起来简直匪夷所思。节目组带他们来医院，通过内窥镜检查后发现，他们都患有严重的胃溃疡，如果继续吃的话，很可能会发生癌变，甚至死亡。就算华佗在世也救不了你，用这种方式减肥是不可取的。减肥你可以跳一下本草纲目嘛。他每天都要吃猪饲料，饲料都过期发霉了，他却吃得津津有味，边吃还边笑，屋里还囤了好几袋，就这样吃了50年。渴了就在地上接水喝，刚见到工作人员时，他非常警惕地打量着，问他为什么住在山里，他却什么都不说，转身迅速离开了。工作人员赶紧跟了上去，但跟不上他的步伐，很快就不见人影了，只好回到他的住所继续等待。傍晚他再次回到住所，问他问题还是什么都不说。山上的夜晚异常寒冷，他躺在石头床上瑟瑟发抖，不停地说着莫名其妙的话。在工作人员的长期沟通下，他终于想起了自己的名字。那这下好办了，节目组来到山下村庄，想了解更多关于他的信息。村民听到他的名字后都很震惊，说他失踪了50年，还以为他早就死了。通过一番打听，节目组找到了他表哥，随后表哥也来到山上，见到表哥后，他突然跪了下来。表哥邀请他和自己一起生活，但他却直接拒绝了。那他为什么要坚持住在山上呢？真的是奇怪。工作人员在旁边搭起了帐篷，决定和他同吃同住，与他进行更深入的交流，让他慢慢打开心扉。几天过去了，他变得开朗了很多，还主动给工作人员递上食物。他终于决定走出大山，接着呢也说出了自己的故事。原来在他小时候，父母就离婚了，他只能和外婆相依为命。不幸的是，外婆不久后也去世了，他伤心欲绝，独自一人躲到了山上。这一躲就是50年，可能对他来说，山上这个寒冷狭窄的空间才是他唯一的庇护所。工作人员随后带他离开了大山，开始了新的生活。虽说大爷吃猪饲料很稀奇，但和下面大姐吃的东西比起来，简直不值一提。他每天都要喝新鲜的冰红茶，早上起来就要去厕所接一杯，从一天喝1杯，直到后来的一天5杯，已经持续喝了2年。他说每天吃的东西不一样，红茶的口感也不一样，有时候咸，有时候甜，有时候尝起来还像香槟。最喜欢的还是上火的时候，焦黄的颜色让他沉醉。最急的人是他女儿，怕他喝死了，而他自己却说正是冰红茶救了他的命。这又是为啥？现在的他反而变本加厉，觉得喝着不过瘾了，直接把黄色液体当牙膏用，说刷完的牙变得更白了，甚至还把液体当眼霜和爽肤水，头发上也能抹一抹。洗澡时把液体加在浴缸里，洗完容光焕发，还能用液体洗眼睛洗鼻子，据说能治疗鼻炎。那他到底为啥要喝黄色液体呢？原来2年前他得了癌症，医生说他还能活1年，于是他决定放弃化疗，找到了这种治疗癌症的偏方。他认为自己的做法很环保，可以循环利用，还推荐大家都试一下。但是我不建议大家模仿啊，这属于偏方，没有任何科学依据，大家千万不要信。就连他女儿们也不信，劝他去医院检查一下，看看这黄色液体是否对癌症有效。如果真的有效，那以后就尽情喝，也不会再管你。他一听也对啊，来到医院一检查，发现肿瘤扩散得更快了。很明显，黄色液体一点作用都没有，甚至还耽误了病情。医生建议立即手术切除肿瘤，最后在医生的帮助下控制住了病情。有钱的可以喝冰红茶，那没钱的吃什么呢？来看看下面这一位，他每天都来这家店白吃白喝，每次都吃同样的食物，吃完就走，从来不付钱。然而店主却根本不在意，想吃多少吃多少，还会给他打包一些带走。第2天他再次出现，工作人员尝试和他交流，他突然表现得很慌张，东西都不吃了，拿起麻袋就走。工作人员决定跟着他一探究竟，他丢下一句奇怪的话，背着麻袋走进了大山。工作人员赶紧跟了上去，问他麻袋里装的什么，他还是一言不发，很快消失在了树林中。那我们还是来问问店主是什么情况吧。店主说5年前他开始来店里吃饭，只点了3块钱的炒年糕，看得出来他很穷。店主告诉他如果饿了可以随时来吃，没想到第2天他真的来了。店主说自己也曾经经历过低谷，身上1分钱没有，觉得要帮助这些无家可归的人。从那之后就一直给他提供免费食物，已经持续了6年，每年提供的食物也是个不小的开支。附近店铺老板都不能理解他的做法。1年后，节目组想要做个回访，发现店主搬家了，但还是会给流浪人员提供免费食物，家人都很支持他的做法。我觉得天使大概也就是这样的吧。在社会福利社的帮助下，之前的流浪汉也住进了精神病院，一切都在慢慢变好。好了，我是月贝，关注我，每天一个迷惑行为大法。奶奶吃饭前要先挤1勺洗洁精，接着放进鱼汤里，
搅拌搅拌，直接喝了起来。记者闻了一下，满满的肥皂味，奶奶却吃得非常香。这还没完，喝完汤，奶奶又拿着一片白菜叶来到厨房，对着洗洁精连按了3次，小心翼翼把洗洁精包起来，直接塞进了嘴里。大家非常不解，为啥要吃洗洁精呢？奶奶说自己不能吃肉之类的高脂肪食物，如果要吃的话，必须提前吃点洗洁精，让它在胃里中和一下油脂。不得不说，这想法非常脑血栓啊。饭后，奶奶给大家讲了自己年轻时候的事，大家终于懂了奶奶为啥这么做。奶奶说年轻的时候穷啊，工作又累又苦，得了胃病也没钱去医院。偶然的一次，不小心吃下了半瓶洗洁精，她觉得自己肯定活不了了，听天由命吧。没想到啊，这下不仅没死，胃还不疼了，于是从那开始就一直吃。大家带她来医院检查，医生都觉得不可思议，胃里竟然没事，不过还是得戒掉洗洁精。如果胃痛的话，可以吃药缓解。奶奶也答应以后不会再吃。2周后，节目组做了个回访，发现奶奶还在吃洗洁精，大家又给奶奶科普了一番，要相信科学。1个月后，节目组再次回访，这次奶奶终于戒掉了洗洁精，只不过吃药又吃上瘾了，大家千万不要模仿哦。这种蜂蜜1斤就要5000元，有钱呢还不一定能买到，吃上几口就会醉得不省人事。然而呢，摄像小哥根本不信，浅尝了几口，他不知道等待他的将是生不如死。在尼泊尔的大山中，生活着一个专门采蜜的古龙部落，他们呢与世隔绝，当地的老人都很长寿。据说呢，就是因为长期吃这种蜂蜜，又到了1年1度的采蜜季节，他们带上要用的绳索就出发了。经过半天的长途跋涉，来到大山深处的悬崖，悬崖上一块硕大的蜂巢吸引了他们的注意。他们到现在还延续着古老的采蜜传统，采蜜前还要做个仪式，献祭1只公鸡，以表示对大山的敬畏之心，顺便呢祈祷平安。仪式完成后，现场制作梯子，把木棍插在用竹子编织的绳索中，然后呢加以固定，就这样做成了天梯。接着呢在梯子上浇水，避免采蜜时被烧坏。一切准备妥当，他们就来到了悬崖顶部，开始放置天梯。采蜜之前点燃了火堆，用烟雾驱赶蜜蜂。尽管有烟雾，蜜蜂仍然咄咄逼人。这里的蜜蜂体型很大，被他们叮咬会比普通蜜蜂严重。其中呢一个同伴穿着短裤，在没有任何防护的情况下爬上了天梯，一步步接近蜂巢。他持续用烟雾驱赶着蜜蜂，等蜜蜂走得差不多了，开始了采蜜环节，用工具切掉蜂巢，蜂巢掉落到下方的竹篮中，等收集到满满一竹篮，团队成员就会把竹篮拉上去。他们的配合可以说是天衣无缝，看得出来今天是丰收的一天。现在呢，他们开始过滤杂质，手动挤压蜂巢，经过竹篮的过滤就可以得到纯净蜂蜜。节目组呢已经迫不及待想要品尝一下，村民警告一次不能超过3勺，否则呢就会产生幻觉。然而摄像小哥没在意，直接吃了一大块，吃完呢还忍不住舔手指，说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村民听到这话微微一笑。完成了采集，他们收起天梯启程回家，临走前还会故意留下几块蜂巢给山里的动物，以此呢来感谢大山的馈赠。在回去的路上，小哥就开始出现了幻觉，醉倒在路边，接着呢还吐了起来。他终于体会到了蜂蜜的威力，这时呢他突然开始抽搐，紧接着就不省人事了。村民呢却并不担心，他们已经见怪不怪了。休息片刻后，小哥终于恢复了意识，但还是不能走路，村民呢也只好背着他。蜂蜜之所以有这种效果，是因为山中有大量的杜鹃花，花粉中含有一种毒素，蜜蜂用这种花粉酿造的蜂蜜也自然含有了这种毒素，所以呢吃完就会产生幻觉。当地人一般会在蜂蜜中加入特殊的草药来分解毒素，沉淀一段时间后才能正常食用。来到第2天，摄像小哥看起来好了很多，说现在脑袋还是晕晕的，所以这种置换蜂蜜你敢尝试一下吗？大爷因为头痛去医院拍片，却引起了军事专家的注意。专家对着 X 光片测量，结果更让他傻眼，大爷脑袋里竟然有一颗子弹，而且是军队常用的 7.62 毫米子弹。子弹已经在脑袋里存在了50多年，但大爷本人完全不记得子弹是怎么进入头部的。既然是军队常用子弹，那大爷肯定与军队有着某种联系吧。大爷说自己年轻时参过军，打过仗，头部也受过重伤，后来慢慢恢复了，完全不知道里面还残留一颗子弹。那为什么被子弹射中，他还能活下来呢？这很不科学。专家说是有这种可能的，子弹应该属于榴弹，也就是经过障碍物反弹的子弹，不在有效射程内，所以才没造成重大伤害。而且子弹的位置在额叶右侧，这部分没有太多功能，这就是为什么之前没有明显症状的原因。但现在有个棘手的问题，子弹距离大脑关键区域只有5毫米，要想把子弹取出来，很可能会造成更大的事故。而且大爷今年70多了，暂时没有太大问题，医生建议保守治疗，平时头痛的话可以吃点药。大爷也觉得，既然子弹在脑袋里待了50年了，也不差这几年，就让他安静的陪我到老吧。大妈在陌生人面前掀起了衣服，还让别人摸她。她说自己肚子里有根针。记者拿金属探测仪小心翼翼的扫描，探测仪没有任何反应。一旁的丈夫看不下去了，一把夺过探测仪，狠狠按在了大妈肚子上，说检测不到都是因为腰太粗了。一番折腾下来，探测仪还是没响，怕大家不信，大妈直接来到医院，
做起了 CT， 还真看到了一个类似针头的东西，就扎在一个叫做肠系膜的部位，长度超过了5厘米。随后医生又动用了其他仪器，确定这就是一根针，看着十分危险。如果刺穿了其他内脏，很可能会导致败血症，甚至危及生命。医生说幸亏来得早，不然早就挂了。大妈却说没事，这针已经在体内40年了，要挂早就挂了。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40年前的一天，大妈吃完饭想剔牙，找了一圈都没找到牙签，正好看到了桌子上的针，拿起来就用，结果一个不小心吞了下去，当时都吓懵了。后来发现一点事没有，她甚至一度以为自己把针消化掉了。但最近一段时间，大妈经常无缘无故的肚子痛，疼得满头大汗，还伴有严重腹泻。医生猜测可能是由于针在体内发生了移动，才导致了腹痛，所以要抓紧手术。几个小时后，针被取了出来，在体内40多年已经变得锈迹斑斑。看到从体内取出来的针，大妈终于长舒一口气。出院后，大妈还成了镇上的名人，因为大姐上厕所从来不用纸，必须用纸的话，就要把用完的纸留着，下次继续用。用完的卫生棉也要洗接着用。为了省水，马桶要攒1天，睡觉前才会冲1次。28年来没买过一件衣服，短裤都是30年前趁降价买的，松紧带已经没有弹性了，没关系，用夹子夹上照样穿。袜子都穿到脱丝了，变成了薄薄一层。短袖从小穿到大，上面全是洞。他还说希望再穿个20年。洗发水也是各种免费试用装。洗衣服用洗衣机就太费电了，直接把衣服泡在洗澡水里，洗完澡顺便就把衣服洗了。我觉得这样还是浪费，应该把洗澡水收集起来冲马桶才对嘛。家用电器都是用优惠券兑换的，为了省下每月17元的燃气费，他把家里燃气停了，只要花钱一切免谈。很多人觉得这样省钱完全没必要，你再省也买不起房子啊。人家买了市中心的房子，还还完了贷款，家具全是垃圾箱里捡的，别人丢的瑜伽垫被他捡来当床。然而像他这样节俭的人，却准备请朋友来家里做客，那自然要提前准备了。首先要打扮一下，剪个美美的发型，剪刀还是上学时室友不要的，听说有家店在清仓处理，他决定挥霍一次，看中了一件10块钱的衣服，还想让老板再打个5折，接着掏出了一堆硬币。老板说我这都打5折了，要不送给你吧。那太好了，我先把钱收起来。接下来就是给朋友准备晚餐了。只见他来到垃圾桶旁边，好朋友要来家里做客，他却在垃圾桶里找食物招待朋友。他特意来到高档餐厅门口的垃圾桶，说这里丢掉的食物品质好。在路人诧异的目光下，他开始采购了。你看这不就有很多新鲜的葡萄吗？还有西红柿，做个西红柿炒葡萄，不错。今天运气也很好，还找到了一盒烤鸡，看了一下生产日期，才过期6天而已，非常适合给朋友当主食。最后还找到一盒蛋糕，这下齐了，餐后甜点都有了。这时店主想要赶走他没有感到一丝尴尬，他认为只要你把食物丢进垃圾桶，那就是公共财产了，自己就可以正大光明的捡。还说你们真是太浪费了，下次丢垃圾的时候能不能先给我打个电话。社交牛 C 症无疑了。他回家后一般都是拿出食物直接开灶，但这次是招待朋友，他决定包装下摆个盘啥的，于是把捡来的食物全部倒进锅里搅拌一下，一份大锅菜就做好了。还说希望朋友会喜欢他亲手捡来的食物，朋友如期而至。他先给朋友介绍了自己从垃圾桶捡来的家具，自豪地说自己从来没买过家具。朋友都听傻了，露出了一副没见过世面的样子。但更让他们傻眼的还在后面。晚餐时间到，大姐拿出了捡来的食物，好朋友来家里做客，他却把从垃圾桶捡来的食物端上了餐桌，朋友根本看不出来是什么食材，小心翼翼尝了一口，表情复杂，又尝了一口，直摇头。另一个朋友说有那么夸张吗？一口下去一言难尽，问他食物从哪来的，大姐嘿嘿一笑，笑得朋友惊慌失措。不会吧，这也是捡的。朋友顿时肠胃翻滚，冲进了厕所。大姐贴心的说马桶没冲过，味儿可能有点大。这样好了，朋友吐得更厉害了。这还没完，大姐还要请朋友吃餐后甜点。朋友发现蛋糕已经被人咬过了一口，很明显也是捡来的，碍于面子还是决定尝一尝。确实不新鲜了。朋友打开冰箱找水喝，发现冰箱铺了一层报纸。大姐解释说捡来的食物有的包装比较脏，所以才铺上了报纸。朋友一听，那算了吧，我还是憋着回家喝吧。没一会儿朋友便离开了，以后估计不会再联系了。但我觉得大姐至少还挺坦诚的，其实她变得极度节俭也是有原因的。大姐说自己名牌大学毕业，本以为一辈子衣食无忧，没想到后来竟然失业了，这让她有了危机感，于是学会了省吃俭用的生存之道。据说每个月都能省下4000块，房贷都还完了。现在我终于知道自己为啥没买房子了。
好了，我是月贝，关注我，每天一个迷惑行为大赏。婴儿车被包了起来，里面时不时传来怪叫，没有人知道婴儿车里面是什么。大妈整天推着婴儿车流浪，晚上就睡在公共厕所，这样生活了10年。问她为啥不回家，她却说家里有个怪东西会隐身，就算在外面冻死也不敢回去。即使在外面，她依然觉得有什么东西在跟着自己，警惕地看着四周。白天她又毫无目的的流浪，拿出一盒猫罐头开始吃，还往婴儿车里放了一点，这才看清楚，原来婴儿车里面还有一只猫。经过一番沟通，大妈同意带我们去家里，她家门上安装了5把锁，里面还有一道防盗门，进来后要赶紧用一个柜子挡住，屋里窗帘紧闭，没有一丝光亮，并把所有家当都放在了衣橱里，甚至包括电饭煲。节目组安装了摄像机，想要拍到大妈说的那个怪东西，然而一夜过去并没有任何发现，却发现大妈行为举止很反常。只见她半夜好像听到了什么，惊慌的来回走动，还时不时跪在地上，嘴里一直念叨着什么。节目组很疑惑，大妈神秘的指了指天花板，说你难道听不到声音吗？那个怪东西就躲在天花板上呢。但工作人员并没有听到任何奇怪的声音。节目组觉得这一切都是大妈想象出来的，她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经过长时间的沟通，她决定去医院。一番交流下来，医生说她患有妄想症和精神分裂，必须尽快吃药治疗。原来之前她妈妈生了一场大病，因为没钱治疗嘛，很快就去世了。没过多长时间，父亲也去世了，她感觉自己没有保护好父母，从那时起内心充满了愧疚，只有在人多的大街上才能避免内心的孤独，只要在房子里就会产生屋里有别人的幻觉。相对来说呢，下面这个大妈就正常多了，鸡蛋连壳一起吃，一天要吃1斤蛋壳，大妈已经吃了10年。香蕉在裤子上蹭2下直接连皮吃，再来一口带皮的橘子。哈密瓜带皮吃，甚至连苹果核也要吃，这样吃不会吃出问题吗？而他自己却说这是外壳救了他的命。这又是为啥？他也不解释反而变本加厉，觉得果壳不过瘾了，直接吃起了生板栗，看样子味道也不错2口就能吃下1个。大妈的闺蜜都很担心她，叫她来吃饭改善一下，没想到大妈却把饭菜扔在一边，拿起蟹壳直接开灶。她边吃还边嫌弃，说螃蟹还是生的好吃，接着又把朋友吃剩的鱼骨头用菜叶包起来，几口就吃了下去。那她为啥要吃这些呢？真的是奇怪。到目前为止，带皮的水果没有什么是大妈不能吃的即使是榴莲它也是带皮这个没有。大妈说果皮才是好东西，有营养，而且自己很健康。接着她终于告诉大家吃这些的原因，原来当年她得了很严重的胃溃疡，有天痛到无法忍受，莫名其妙吃了带壳的鸡蛋，没想到喂了一下她就不疼了，从此就走上吃壳的道路。节目组也带她去检查了，胃病真的好了，身体啥毛病没有，但医生还是建议大妈少吃，不然很可能会损伤肠道。一定要吃的话，最好中午吃。和大妈一样，下面这个大爷也是狠人，他把洗洁精当沐浴露，白醋当洗面奶，食用油拿来护肤，还说比护肤品好用。13年来都是这样护肤的。护肤3部曲安排上，第一步往毛巾上挤入洗洁精，接着往全身涂抹，脸上也不能少拿水一冲，第一步完成。接着倒出白醋，均匀的涂抹在脸上，拍打促进吸收。最后一步往皮肤上涂抹食用油，保湿又美白。他说白天要用玉米油，晚上用花生油，这样保湿效果最好。工作人员摸了摸，果然很光滑，这样一套下来的话就可以上烧烤炉了。不仅如此，大爷刷牙也要用白醋，说可以消菌杀毒，口气都变得清新了呢。至于牙膏嘛，有别的用处。只见他往手上挤入半管薄荷味牙膏，接着就开始洗头了。你别说，泡沫还挺丰富的。大爷说这样洗完清爽自然，工作时也要随身带着白醋，没事就要拿出来涂一涂。看电视也不能闲着，连妻子都不能理解大爷的奇葩操作，直接把妻子熏走了。为了达到更好的保湿效果，他还会用食用油自制面膜。不得不说皮肤看着细腻了很多，医生也没有检查出任何问题。由于大爷年龄大了，如果继续这样操作的话，皮肤可能会恶化。这种护肤方式好不好不知道，反正我感觉挺入味的。好了，我是月贝，关注我，每天一个迷惑行为大赏。他每隔半小时就要换一双袜子，包里每天都装着10多双袜子，外加一条毛巾。同事都觉得他有病，而他确实患有非常严重的多汗症。有多严重呢？大家做了个测验，不到3分钟，汗水就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冒了出来，甚至直接滴了下来。双手每时每刻都像刚洗完一样。这还不算什么，更让他尴尬的是腋下的汗珠多到能直接流出来。看恐怖片的时候，双手简直成了水龙头，被子一湿一大片。脚上的情况也同样严重，这给他的生活带来了极大困扰。每天出门包里必须要装10多双袜子，方便随时换一双。因为手滑，零食包装根本撕不开，想玩一会游戏，结果触屏就没反应了。下班回家呢，指纹锁却识别不出来，用过的键盘铺上纸巾，瞬间就浸湿了。鼠标也像刚洗完一样。写工作报告，汗水都会顺着笔尖滴下来。小姐姐表示，这些她都能接受，最让她难过的是别人的嘲笑。从小就被人叫做小师妹，她的梦想是当一名厨师，做日料。
手握寿司之类的。因为多汗症，她不得不放弃了梦想。说着说着就哽咽了。小姐姐也去过很多家医院，都没有找到多汗症的确切原因。最后小姐姐也想开了，既然无法改变现状，那就接受它，接纳不完美的自己。最近还做起了直播，大方展示了自己的多汗症。我觉得小姐姐很值得我们学习，保持乐观的心态最重要。她每次坐地铁都要先把鞋油涂在脸上，连续10年每天涂1盒，10年来没洗过脸，厚厚的鞋油像抹了一层沥青，干裂后令她疼痛难忍。即使这样，她依旧每天涂抹。问她为什么要这样做，她却什么都不说，紧张地环顾四周，焦急地等待着什么，又好像在躲避着什么。随后等来一个女人，女人带她来到救济站吃饭。这里的工作人员说，女人是她姐姐，他们这样已经10年了，大家都不知道发生过什么。记者决定上前询问姐姐情况，没想到姐姐看到镜头越来越激动，冲着节目组大喊大叫。随后两人快速离开，又跑到了地铁站，随便找了个躺椅准备睡觉。此时气温只有4度，记者担心他们冻出病，提出要帮他们订房间，却被拒绝了。记者不忍心看他挨冻，脱下自己的外套给了他。白天还没等节目组找他们就急匆匆找到了节目组，把外套还了回来。第一次对记者说了谢谢，说不是自己的东西不能要。大家把姐弟俩带到了派出所，经过一番调查，总算搞清了他们的身份，家里父母健在，还有一个哥哥。大家随即决定带姐弟俩回家。刚上车一听说要回家，姐姐立马情绪失控，说什么都不要回家，哭着求大家放她走。无奈之下，只能让他们离开。随后记者单独找到了他家，才看清这家的情况。父亲身体不好，母亲痴呆。父亲说这两姐弟从小就不正常，经常无缘无故的一起离家出走，曾经多次阻止也无济于事。为了寻找他们，父亲到处张贴寻人启事，一直没有回音，还以为姐弟俩已经遭遇不测，就连父亲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每次都要离家出走。大家在地铁站找了好几天，总算又找到了姐弟俩。至于为啥不愿意回家，姐姐还是没有说。为了拉近彼此距离，记者决定跟他们同吃同住。每次在救济站，弟弟还会主动帮记者打饭，慢慢对记者敞开了心扉。记者顺势提议给他们找个住的地方，姐弟俩也接受了。弟弟的皮肤状况非常严重，甚至已经引起了溃疡。记者建议他先把鞋油洗掉，他犹豫了好久，看起来有所顾忌。经过长时间的劝说，他终于决定洗掉。随着一点点揉搓，大块的鞋油开始脱落，还差点把下水道堵住。从卫生间出来，像是变了一个人，恢复了皮肤应有的光泽。隔天大家带姐弟俩去做了心理咨询，这才知道他为什么涂鞋油。之前有人在地铁看到智力缺陷的他，就开始无缘无故的殴打。有人建议他往脸上涂鞋油，这样就可以唬住别人。他也不知道管不管用，为了保护自己不再被打，就把鞋油涂到了脸上。接着姐姐也说出了不愿回家的真正原因，都是因为家里的那个大哥。大哥脾气暴躁，经常对他拳打脚踢，因为害怕所以才跑。姐弟俩彼此依赖，弟弟担心姐姐独自一人在外不安全，所以会跟着姐姐一起离家出走。经过长时间的沟通，姐弟俩终于放下心理包袱，同意回家。一见面，父亲就把姐弟俩搂入怀中，心疼地抚摸着。大哥也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表示以后不会再打他们了。姐弟俩也向记者保证不会再离家出走。但就在这期节目播出2年后，有观众反馈说，他们好像又离家出走了，在地铁站又见到了脸黑黑的人，不知道是真是假。节目组决定回访，现在2023年，姐弟俩到底过得怎么样了？根据之前的地址来到他家，发现姐弟俩都胖了很多，脸上也干干净净的，精神面貌已远超过去，希望他们的生活永远充满希望。小姐姐的指甲长进了肉里，指甲内卷得很严重，周围呢还一直流脓。碰巧呢今天还被别人踩了一脚，差点原地去世。不仅如此，脚上的鸡眼也同样严重，注定今天是个大工程。不过呢看到最后非常解压，整个人都舒服了。这种情况呢先安排个超声波洗脚，洗完后呢分别敷上一点软化膏，等待片刻后指甲就会变软一点。接着呢用镊子把脚毛拔掉。现在呢，开始用刀子一点点的刮掉鸡眼和老茧。处理完鸡眼，就来到了今天的重头戏。先把指甲周围的脓包挤掉，再分别往指甲上滴上药水。小姐姐说自己被甲沟炎折磨了10多年了，自从得了甲沟炎，就没再穿过高跟鞋，泡菜厂里的工作也丢了，因为没办法用脚踩酸菜了嘛。以前呢还尝试过拔掉指甲，实在疼得受不了。修脚师傅向她保证，这次呢一定给她弄好。说着就掏出了打磨机。然后再把指甲内的污垢抠出来，那味道实在太下饭了。做完这些后呢，师傅拿出了剪刀，把嵌入皮肤的指甲通通剪掉。指甲已经和皮肤粘在了一起，看着就很疼。
接着呢，师傅开始安装矫正器，把指甲拉平。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指甲呢就会慢慢长成正常的形态。依次把剩下的指甲处理完毕，涂上一些护理液，修脚就完成了。大家切记，脚趾甲两侧不能剪太短，一定要剪成平的，这样呢以后就不会出现甲沟炎了。他靠着文爸爸的臭袜子成功减肥，1年时间内竟然从160斤减到了98斤。他只要肚子饿了，就去闻爸爸的臭袜子，还说刚脱下来冒着热气的袜子效果最好。之所以用这种奇葩的减肥方式，完全是因为那件事。直到最后瘦下来，我才知道她有多漂亮。她之前也是个苗条的女孩，22岁那年去海外留学，寄宿在当地的居民家里。这一家人呢都是重量级的，每顿都是大鱼大肉。她刚开始也很懵，因为本身不喜欢吃肉，但架不住主人的热情，就跟着吃了起来。加上听不懂英语，别人问她好不好吃，她只会说 yes。主人以为她很喜欢吃肉，之后呢更是顿顿大鱼大肉。仅仅过了3个月，体重就增加了30斤，渐渐的也习惯了这种饮食方式。吃饭时她最常说的就是再来一碗。她尤其喜欢吃奶油，无论是烤肉还是零食，她都喜欢蘸上满满的奶油。慢慢的她发现之前的衣服已经穿不下了，肚子上的游泳圈也越来越明显。但即使这样，她也不觉得自己胖，因为和当地朋友比起来，她属于是非常苗条的，而且当地男生就喜欢胖胖的女孩。于是呢，她想着继续增肥，把朋友当成了自己的目标，比之前吃的更夸张。1年时间内体重变成了160斤。果然凭借胖胖的身材，在酒吧还真被帅哥搭讪了。留学结束后，她迫切的想回国，给男朋友展示自己的魔鬼身材。就在她想和男友来个拥抱时，结果男友根本没认出来。男朋友震惊了，你谁啊？隔天男友就提出了分手，理由呢也非常直接啊，你太胖了。他终于明白自己这不叫微胖，而就是胖，发誓要减肥。于是呢开始运动，接着控制饮食，坚持了没几天，实在饿得受不了了，就在放弃的边缘，突然传来了一股恶臭。抬头一看，就看到了爸爸的袜子。有这么臭吗？拿过来一闻，差点晕过去，瞬间就没了食欲，还不停的想吐。他突然灵光一现，通过闻臭袜子来控制食欲好像还不错。于是只要肚子饿了，就去闻爸爸的臭袜子。刚脱下来的袜子效果最好，闻一下能顶一整天。再后来呢，他把臭袜子随身携带，父母吃饭他就闻臭袜子。就这样坚持用闻袜子的方式减肥，1年时间内他从160斤减到了98斤。之前的裤子穿在身上足足大了一大圈。但是大家不要模仿，这只是他个人的减肥方式，不一定正确，也并不适合所有人，搞不好还容易肺部感染脚气。减肥呢量力而行，健健康康最重要。仔细看，他家卧室的墙上居然会不停的出血，即使擦干后还是会有红色液体不停的渗出来，而且只有靠着床的这面墙会出现这种现象。把渗出部位打开后，可以看到红色液体是从墙体内部渗出来的，内部还填充了保温材料。主人说这种情况是2周前开始出现的。那天早上起来就发现墙壁出现一个硬币大小的红色斑点，他怀疑是身上的伤口印上去的，但是他根本就没有受伤，这就很奇怪了。他也没太在意，继续上班。下班后他发现红色斑点越来越多，用刀子把墙纸割开后，里面就开始渗出红色液体，这多少有点恐怖了，该不会里面有什么不干净的东西吧？随后节目组在渗漏处贴上纸巾，用摄像机全程记录，没一会儿干净的纸巾上就出现了红色液体，会不会有猫咪之类的卡在了里面？但主人说应该不会，墙里面没有任何空间，墙体厚度也就10多公分，为了保暖，他们还填充了保温泡沫。更蹊跷的是，随着红色液体的出现，他父亲的身体变得很差，自己也发生了一些怪事。为了搞清楚怎么一回事，节目组找到了专业的装修师傅，师傅也觉得很奇怪，从来没见过这种情况，于是他决定上门一探究竟。一番检查下来，师傅决定揭开墙纸，瞬间一大片红色印记出现，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师傅看着红色液体陷入沉思，经过漫长的等待后，他终于讲话了。 벽에 코팅을 해주는 본드제 역할을 해주는 습기 차거나 시간이 오래될수록 색깔이 더 빨개져요. 至于墙壁里为什么会出现水分，是因为3个月前外墙被拆除了一层，无法阻挡冷空气，导致墙壁凝结了很多水珠。至此真相大白，一切都是虚惊一场。但是下面这家人的墙壁就多少有点诡异了。每到半夜12点，整个公寓的墙就会传来一种凄惨的哭声，但是墙壁看起来就是个正经墙壁。主人说，有声音的时候墙壁都会震动，并且整个房间都有回声。你可以想象一下，半夜12点，全方位立体环绕的哭泣声有多瘆人。主人说，声音是从3个月前开始的，每天晚上都会持续90分钟。随后播放了自己录到的声音。
听起来又哭又笑的，看起来这只鬼的情绪不是很稳定啊。节目组还询问了公寓其他住户，发现很多人都有同样的困扰，他们也录到了一样的哭泣声，都表示声音是从墙里传来的，而且有声音的时候，燃气管道都会震动。物业也调查过原因，关闭了所有能产生噪音的设备，但最终声音还是没有停止，很多人因此都无法安心睡觉。节目组带着录音找到了专家，随后专家发现了异常，录制的声波和真人声波差异很大，而且录制的音频有一种很规律的循环，所以专家认为声音应该是人为剪辑过的，并且是在录音机上循环播放的，所以是有人故意这样做的。现在问题来了，那到底是谁搞的恶作剧？节目组在公寓不同位置都安装了摄像头，想要找到这个人，接下来就是等待声音的出现。但是一夜过去了，完全没有出现哭泣声，一晚不行那就2晚。节目组在其他楼层安装了更多的摄像头，果然功夫不负有心人，最终还是没有出现声音。其实我觉得已经没必要再调查了，很明显恶作剧的人就在公寓里，至于是哪个就不好说了。过了好多天，小哥又给节目组打来电话，说这些天都没有再出现声音，自己睡得也很好，而且还找到了女朋友。好的，同样遭遇灵异事件的还有下面这位大叔，他每次开车来到这个路口，后备箱就会不受控制的自动打开，就好像有什么东西要上车一样。这不，大哥拉着节目组刚来到这里，后面突然就传来声音，后备箱又自动打开了，即便手动关闭，他还是会当着大家的面自动打开，完全不给面子。但是除了这个路口以外，车子都是正常的，后备箱也不会自动打开，而且其他经过这个路口的车也没有发生这种情况，只有大哥的车会这样。即使在白天，只要经过这里，后备箱就会无缘无故的打开。大哥怀疑这个路口之前出过事故，有一些脏东西看上了自己的车，大哥越说越害怕，于是和节目组约定白天再研究。第二天，工作人员直接钻进了后备箱，拿着摄像机想要记录一下后备箱是如何自动打开的，一切准备就位。大哥开着车就来到这个路口，录像显示后备箱在没有任何外力的作用下又自动打开了，摄像小哥也没有发现任何异常，那现在只能使用排除法了。开车来到路边的汽修店，师傅仔细检查了后备箱的机械锁，也没有发现任何问题，那会不会是这个车型的设计缺陷呢？节目组又找来了同款车型，开车来到这个路口，一切正常，后备箱没有任何反应。没办法，最后节目组找到了 4S 店，师傅对车辆检查后发现车辆之前安装了后备箱遥控锁，问题可能就出在遥控锁上。师傅说，如果路口附近的设备频率和你遥控钥匙频率一样的话，等你开车经过就会出现后备箱被打开的情况。现在要做的就是找到附近具有相同频率的设备，随后发现相同频率的信号就是从路口的商店传出来的，而这个设备正是商店的感应门铃。节目组拿着设备想要测试一下，结果却并不能打开后备箱，原来只有相同的频率也不行，还需要频率的密码和车辆遥控器密码一样才可以。也就是说，这个路口肯定存在一个频率和密码都和车辆遥控器一样的设备，所以每次经过这里，后备箱就会自动被打开。至此真相大白，大哥决定更换遥控器密码，以后就可以安心的经过路口了。好了，我是岳贝，关注我，每天一个迷惑行为大赏。